海军大将绿牛是什么能力？草莓火闪金将会是多少？大家好，我是卓尔本。海贼王和之国篇已经进入倒计时，本周的1052话一边收尾故事，另一边又不断放出最终章的线索，信息量也是相当大。我们逐个来看。海贼王中最神秘的大将绿牛也终于展现了能力。漫画1052话中，头尾两处细节的信息量最大。开篇五老星和 CP0 的通话被神秘电波干扰，电话从那头以命令的口吻让政府舰队停止行动。能有这种压迫力和权力的，也就只有最高战力之一的大将了。从时间来看，这会儿正是鬼岛决战结束了当夜，之后7天内舰队都没有采取进攻行动，说明那个神秘人的命令奏效了，印证了其身份的特殊性。即便是 CP0 也选择了听从命令。多分析这一点，其实也是为了排除干扰项。我们可以确定，这时候干扰电话虫信号的，正是末尾出现的海军大将绿牛。电话虫是海贼王中非常有趣的设定之一，其本身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生物，经过人为改造后成为电话虫，并且不同外观的电话虫还具备不同的功能，似乎是由品种决定。弗兰奇就曾经在佐屋的森林里现抓现做了一批电话虫，电话虫以生物电波作为传导介质，大部分情况下是1对1通话，但没有加密的情况下能够被监听。当时大妈和凯多斗嘴的通话就被海军发现了，仔细看当时中将手里拿着的就是专门用于窃听的黑电话虫，当年皇叔登场的时候也有一个。既然有窃听的工具，自然也有反窃听的工具。革命军的电话虫会在旁边加装一只白电话虫，用来防止窃听。更夸张的，还存在一种角电话虫，能够发出妨碍电波，将特定区域内的电话虫通讯全部阻断。看到这里，相信你已经对电话虫的设定有点印象了。然而在1052话中出现的这种侵入他人的电话虫并传递通讯的情况，还是第一次发生。被绿牛入侵的电话虫有2个细节，一是眼睛变成了代表混乱和精神控制的圈圈眼，其次是电话虫的通话多了很多沙沙声，这也再次说明电话虫此时的表现很反常。绿牛用某种手段实现了这种效果，那么就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海军有某种工具可以紧急占用电话虫发出通讯；第二种，绿牛的能力能够对电话虫产生影响。第一种可能性比较低，因为大部分时候海军为了保密使用的是自己的电话虫，很难想象在什么情况下会需要去抢占别人的电话虫通讯。这种骚操作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展现自己实力的行为，而这正好符合尾田一贯以来对强者出场的刻画模式，用一些看起来很不可理喻的行为来凸显这些人怪物般的实力。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更高，绿牛有某种力量可以影响生物。于是我们的目光来到1052话末尾，绿牛与萨卡斯基的对话上，显然他们也是用电话虫在进行着沟通。但奇怪的是，绿牛飞在半空的剪影里，双手向前伸展，双脚往后稍稍弯曲，就像蛙泳一般。电话虫通讯的时候，原本是需要拿着一个话筒，或者至少把话筒放在旁边，然而绿牛完全没有这个动作，就好像他说的话能够直接传达给目标电话虫一样。此时的时间距离侵入 CP0 的电话已经过去7天，绿牛才到和之国近海，说明当初他在非常远的距离外进行干扰，经过7天慢悠悠的飞行才到达和之国。这时距离世界会议结束不久，绿牛刚和萨博等人发生冲突，如果是从红土大陆附近前来，这个时间也很合理，也能解释为什么绿牛知道五老星和 CP9 正在通话。如果他在玛丽乔亚内，很可能监听他人的电话虫。绿牛来到和之国的动机，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再来讨论。先继续探讨他的能力，来看他背后的花朵有着明显转动的细节。显然，它是被当成了螺旋桨一样的装置用来飞行。海贼王螺旋上天的设定出现过2次，一个是巴法罗的转转果实，另一个是蒂姆的三角龙特殊招式直升角龙。罗宾虽然也可以用花花果实的力量短暂进行飞行，但那是用开花手臂组成了临时翅膀，与真正的飞行完全不同。尾田对海贼王中的飞行设定十分较真，许多看起来有飞行效果的能力，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飞行。例如凯多的青龙果实是通过抓住焰云实现空中步行，多普朗明哥的线线果实是用细线抓住云朵，像荡秋千一样穿越大海。还原的空中瞬移其实是通过静止折射光线实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尾田对真正的飞行能力如此克制，那么绿牛的花朵飞行是不是显得也很反常？对比一下之前几名大将的坐骑，还原出场时踩着炮弹，因为闪闪果实的速度能够轻易追上炮弹飞行的速度。藤虎的坐骑是漂浮在空中的岩石，因为重力果实可以改变物体的重力。亲自的第一个坐骑是自行车，因为冰冻果实可以在海面上冻结出一条临时冰路。第二个坐骑是一只企鹅，因为企鹅待在冰块旁边会觉得舒适。可以肯定，大将们的坐骑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们能力的特征，速度、重力、冰冻等等。再来看绿牛反常的花朵，普通的植物花朵十分脆弱，像绿牛体型一般巨大的花朵更是少见，更别提还要带动人类飞行。但如果有某种能力能够改变花朵的特性，使其进化成为能够满足特殊需求的花朵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？剧场版 Z 中曾经出现过一颗茂盛果实，能够让植物急速成长，但也仅仅是成长，没有改变植物的特性。同样是操控植物，绿牛的果实能力更有可能是茂盛果实的上位能力，一种能够操控各类生物或物体特性，使其进化或演变的超人系能力，就像是把漂洋果实的效果反过来使用。即便是植物也能获得机械的效果。海军大将们的外号都是颜色加动物的格式，通常颜色能够反映能力，动物却没有太明显含义。如果绿牛也是按照这个规则，那么它的能力必定与绿色有关，
而绿色通常又代表着植物，更广义上也可以说代表生物和生命。物体的生长、功能亦或是状态，都能被绿牛所修改，从而达到各种它想要的结果。将花朵变成螺旋桨，操控电话虫的思维，让它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这样的能力效果也比光合作用更充满想象空间。试想一下，目前为止，所有大将都拥有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，AOE 就像是大将必备的招式一样。以赤犬还原为代表的自然系，可以通过强大的元素力量轰炸对手；以藤虎为代表的超人系，则通过不可思议的力量改变环境地貌。而绿牛的力量很可能是将战场变成一座拥有生命的阵地，植物、动物、地形都能在其手中随意操控，如同有了生命一样。进化出远超自身功能的力量，有点像大妈的混混果实制造出的霍米兹。但绿牛不需要注入灵魂，也不受限于物体原本的性质，但不具备霍米兹才有的说话、思维等等特点，能力维持的时间也更短暂。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绿牛可以3年不用吃饭。对自身身体状态修改也在其能力范畴中，让身体具备光合作用的特性，只需要通过照射阳光就能获取能量。就像肉球果实可以弹出伤痛，混混果实可以用灵魂强化身体，绿牛应该也可以强化自身，进而在战斗中获得怪物般的力量和近乎无敌的恢复能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能力应该叫超人系生命果实，还是超人系进化果实呢？击败2名4皇后，草帽一伙的悬赏金会变成多少？1052话末尾留下了巨大悬念，即是阿普带来的新悬赏令以及报纸。此时鬼岛决战已经过去1周，吴老星也得到了确切的情报。他们将如何评估觉醒的妮卡形态，并将凯多击败了路飞？如何评估联手击败比格曼的基德和罗？又是谁将成为新的大海皇帝？在尾田揭晓悬念前，我们不妨来大胆猜测一波。悬赏金由实力和威胁程度2部分组成。接下来的分析，我们也会替吴老星综合考虑到这2方面的因素。先来看草帽一伙的悬赏金，路飞目前的基础赏金是15亿。整个合诸国篇实力经历了3次飞跃，学得高阶武装色霸气流鹰、霸王色霸气缠绕，最后果实觉醒，用武打击败凯多。路飞的赏金增长有2个明显特点，通常是整数，并且都会比打败的海贼更高。凯多目前的赏金是46亿1110万贝里。考虑到这场战斗的特殊性，凯多经历了多轮战斗，最后才被路飞绝杀，并不是纯粹的单挑。相比实力的增长，妮卡重现人间更具威胁性。综合考虑，路飞的新赏金可能会达到40亿贝里，这样就和红发香克斯的40亿4890万贝里只剩下不到1亿贝里的差距。路飞已经成长为了一名出色的海贼，为2人未来的重逢留下伏笔。接着是索隆，索隆在这场战斗中最亮眼的表现，即是觉醒了霸王色缠绕，将凯多的副手岩斋镜击败。在宴会厅中还有一次怒吼，恰好遇到鬼岛地震，被人误以为是霸王色的力量。无论如何，在世人眼中，索隆的霸王色已经觉醒。霸王色作为王的资质，会极大影响赏金评价。目前的基础赏金是3亿2000万贝里，净的悬赏金为13亿9000万贝里。将近击败后，索隆很可能成为草帽团又一个赏金突破10亿的大海贼。作为大海皇帝的副手，达到14亿到15亿贝里之间。然后是三智在本场战斗中觉醒了吉尔玛改造人的特殊身体，击败了另一名大看板奎因。目前的基础赏金为3亿3000万贝里，而奎因是13亿2000万贝里。击败奎因后，三智的悬赏金也极有可能突破10亿，并且在草帽团中，三智和索隆的赏金一般是交替上升。但高岛事件后，三智赏金超过了索隆，这次轮到索隆超越三智，三智比索隆略低个几千万贝里，在13亿到14亿贝里之间。然后是娜美，本场大战中多次与大妈对线，抢夺宙斯，最终将这朵雷云变成了自己的同伴，并凭借新的力量绝杀重伤的润提，而润提的赏金是4亿贝里。此战过后，娜美的悬赏金很可能首次破亿，达到2亿到3亿贝里之间。之所以没有更高，是因为乌索普抢了娜美的 MVP。其实，在鬼岛决战里，乌索普并没有什么抢眼表现，但是在战斗尾声虚张声势，称自己击败了润提和佩吉瓦2名飞六包，又借用大妈的霸王色霸气来吓唬海贼，很符合乌索普一贯的作风。这种误会可能导致战后悬赏金再次飙升，来到3亿到5亿贝里，已经是欺负海入门级别。接着是乔巴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打了奎因一巴掌，这次的赏金爆炸性翻倍增长，得到200到500贝里之间。接着是罗宾，鬼岛决战中，罗宾对位飞六包之中的黑色玛利亚，十分罕见的拿出全力与对手决战，并最终获得胜利。随着想要找到拉夫德鲁的人越来越多，罗宾解读历史正文的能力可能比他实力的增长更具威胁性。作为通往终点的关键人物，吴老星不惜让斯皮杰罗冒险将其带走，可见一斑。此战之后，悬赏金可能达到4到6亿贝里之间。然后是弗兰奇，鬼岛决战中凭借强大的钢铁海贼和离子激光，最终将蒂姆击溃。弗兰奇本体甚至都没有受到什么实质伤害。此战之后，他的悬赏金有望突破1亿贝里大关，达到3亿到5亿贝里之间。布鲁克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，主要是掩护罗宾，可能跟着一波阳光普照奖，赏金达到1亿到3亿贝里之间。然后是圣平，整场战斗中圣平表现非常活跃，先是掩护路飞到达顶楼，随后自己又单挑猫咪咖啡厅，击败了飞六包中靠前的福兹福。对方的悬赏金为5亿4600万贝里，圣平看起来都没有用全力，之后又活跃在各处战场。圣平因为之前成为七武海的缘故，赏金停在了4亿3800万贝里，点上战争后的2年间都没有发生变化。此战之后应该会得到一波大幅度提高，达到8亿到10亿贝里之间。
匹配当前的实力。另外再聊聊大和，虽然目前还不能咬定大和一定会上船，但这场大战中的表现很可能会根据其实力首次进行悬赏，来到3到5亿贝里间。接着我们来看路飞的盟友们，蒂德、基拉以及特拉法尔加罗。阿普的话中似乎暗示这次被提升为大尔皇帝的家伙不止一个，除了路飞以外，最有可能的即是基德和罗。当时路飞的赏金达到15亿时，就被称为第5位海上皇帝。虽然有夸张的成分，但15到20亿贝里应该是成为皇帝的赏金门槛。4皇副手们接近这一数字，而像刚刚晋升成为4皇的黑巫师，其赏金为22亿4760万贝里，刚刚迈过这个门槛。基德和罗在本场战斗中就有对阵凯多的亮眼表现，后来更是联手将比格曼拉下马。不过确切的说，他们并不是真正击败大妈，而是将他推到了轨道外，掉入了深坑中。即便两个人联手，也没有在硬碰硬的对决里将比格曼击败，含金量稍微差一点。但两人果实觉醒后展现出来的惊人实力又极为加分。基德目前的悬赏金为4亿7千万贝里，罗目前的悬赏金为5亿贝里，两者差距不大。此战之后很可能都涨到16亿到20亿贝里之间，以船长的身份成为准大海皇帝。基拉则凭借助攻4皇和击败霍金斯的战绩，来到8到10亿贝里之间。最后是其他的同伴，很可能跟德雷斯罗莎事件一样，来场阳光普照。但是除了主角团外，其他人都涨了5000万贝里，那么这次可能普涨1亿贝里，全员升职。而武士们和毛皮族因为不是海贼身份，应该不会被悬赏。其实主角团的实力到达这个水平，已经无限接近那些传说中的海贼们。罗杰和白胡子的悬赏金将是最后被突破的天花板，也许就是路飞成为海贼王的时候了。比起悬赏金的变化，接下来剧情的走向更充满悬念。1052话是校内并存的一话，同时也留下了值得深究的细节，我们逐个来看。首先就是开篇吴老星提到了相主，将相主的离开与和之国的闭锁联系到了一起，再次印证了相主之所以会来到和之国，原本就是为了开国。吴老星看到和之国依然闭锁，给出了铜墙铁壁这样的评价，并放弃了占领和之国的计划，也再次印证了当时在972话玉天所说的，闭锁是为了保护和之国免受某种巨大力量的侵害。那么这股力量指的应该就是吴老星以及背后的世界政府了。20年后，桃之助也做了一次选择，暂时没有开国，令怒其他们的舰队无法得逞，而相主看起来白跑了一趟，实际上收获了很多。最关键的就是见证了乔伊波伊的觉醒，与桃之助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。在不久之后的世界大战里，相主一定会再次登场。德雷克和霍金斯这个北海二人组再次见面，霍金斯左臂空空，看来并没有接上。最后倒下前的肺腑之言，看起来像是一种和解。虽然他活到明天的概率是1%，但相信德雷克不会让他死掉的。借这个机会脱离百兽海贼团，和之国本土也发生了许多改变。之前在919话，沙罗曼蛇教授孩子们将黑炭大蛇塑造为赶走坏人的英雄，这么离谱的历史终于得到了拨乱反正。赤甲九侠的事迹也在不同程度流传了下来。传次郎化名狂死郎，并以首山小子的身份劫富济贫，帮助人们，也得到了百姓们的感激。干净的水不再需要购买，但是索隆在惠比寿镇得到村民们的款待，最后也在自己和伙伴们的努力下，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惨状，算是报答了恩情。以战和阿修罗童子的战死令人惋惜，以战是为了拖住 CP0 的脚步而死，从结果上来说是保护了罗宾。为了不让以战白白牺牲，罗宾也绝不可能被 CP0 带走。阿修罗童子其实是为了揭露假玉田的真面目而死，他用性命保护了其他同伴，最后也是为了掩护同伴，用身体挡住了爆炸，逝者已矣。余下的人也只能用力所能及的方式，尽可能将这些英雄的故事流传下去，建造祠堂供后人瞻仰。马尔科的独白是这一话的催泪时刻，自己再一次被留了下来。对于马尔科来说，也许2年前的顶上战争他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他实在失去太多了。而作为这场战争的最大功臣，草帽一伙也没有被忘记。路飞和索隆昏迷期间，将军府内几乎是所有伙伴都守在旁边，盛大宴会也一直在等着他们苏醒。而击败凯多这一头等功劳，则落到了乔伊波伊身上。虽然有上帝视角的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时代的乔伊波伊就是路飞，但尾田这种处理方式，想还是为了复刻数百年前乔伊波伊的事迹，营造一段英雄史诗。无论是被刻在历史真文中，还是流传在人们的记忆里，都只有乔伊波伊这一称号。当人们的笑声失去时，就会有新的人出现，继承乔伊波伊的称号，敲响解放之鼓的声音，再次给世界带来黎明。传说就这样不断继续下去。当然，在下一话的宴会里，路飞和草帽一伙一定会和和之国的百姓们见面。路飞也许会再次变成妮卡，用各种搞怪夸张的表演，让宴会变得更加有趣，并再次响起独特的鼓声。索隆的复活则没有任何交代，他见到死神后没有了下文，这应该是刻意为之，用来作为以后提升力量的伏笔。在另一个分镜里，索隆和山治斗嘴的时候，就提到了自己是特地从地狱赶回来，是不是暗示着索隆的灵魂曾经去过地狱呢？布鲁克既然可以利用黄泉的寒气，也许死者世界也存在着力量。索隆的鬼泣、阿修罗等等跟阎罗有关的招式，也许在之后会有个比较完整的设定。本话大和与草帽头的互动也越来越多了。过去的7天里，他和娜美成为了朋友，给路飞和索隆的祈福也是加分项。盛平对大和的态度也从上一话的怀疑变成了称赞。要知道，之前德雷克临阵想要加入草帽一方的时候，盛平是非常反对的。以大和的身份能得到盛平的称赞，就是一种认可的表现。
四舍五入的话，大和与草帽团成员已经全部混熟，上船只差最后一步了。而本画中没有出现的罗宾，大概率是去寻找凯多收藏的那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的下落。犬兰也没有出现在本画中，很可能是陪着罗宾去寻找了。因为之前在佐屋的时候，就是犬兰给大家介绍的路标设定。草帽一伙在得到这块路标后，就已经拥有了3块路标，只剩下那块原本在愚人岛海之森，后来下落不明的路标。至于海军大将绿牛逼近和之国的目的，首先这一行为并不是赤犬命令的。赤犬在和之国大战前就已经明确海军不会介入这场战争，理由是没有额外的兵力。绿牛出于自己的目的来到了和之国，并且在半路阻止了 CP0 和政府舰队的行动。他们当时是准备抓捕罗宾，所以绿牛的劝阻从某种方面来说保护了罗宾，避免了一场冲突。当时草帽一伙刚刚结束大战，几名主力昏迷不醒，对抗陆奇等人率领的舰队肯定是一场恶战。现在7天过去，路飞和索隆也复活了，和之国内有无数强者，即便是绿牛想要强行带走罗宾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绿牛这次前来，如果不是为了打架，那就有可能是为了确认什么，得到某些情报。他也许是为了确认和之国光复后的立场，是继续锁国，还是会加入到世界中，这将会对目前大海上正在发生的混乱产生影响。绿牛也有可能是受的组织成员之一，来这里收集世界政府与凯多交易军火的证据，并营救德雷克。当然，他也有可能透露萨博的信息，毕竟当时他就在场，最清楚当时的状况。无论是什么，绿牛的到来将成为最终章的开端。下一话1053话，我们将会见到和之国的最后完结。等待我们的是大宴会、大河出海、绿牛与路飞等等剧情，期待值已经拉满了。我是朱月本，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52话细节分析的全部内容啦，我们下期见。